金像奖导演挑程毅当男主，港片班底为什么选了他？停一下，我先抛一句话出来，好的悬疑剧撑起整部戏的从来不是反转，是人物。这句话不是谁说的，是我自己看完《寒战》3部之后琢磨出来的一个判断。可这2天看到受谎官宣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陆建清这次挑程毅来扛男主，逻辑可能正好就是这个。各位，受谎官宣的通稿大家应该都刷到了，淹在一堆热搜里。可如果你真按人物这2个字去看这次的选角，那这次挑程毅来扛男主，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行，咱们今天就这个事儿聊一聊。我先说清楚啊，我是程毅的粉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但今天这期我尽量讲的有理有据，不是来彩虹屁的，是来拆这盘棋的。我的方法是包层，一层一层往下扒，看看这个官宣里到底藏了多少东西是通稿没写出来的。先说最表层那一层，也就是你打开微博热搜看到的那个版本。受谎悬疑刑侦剧18集，6月底广州开机，70天周期。导演陆建清，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，寒战系列的核心创作者之一。编剧团队是池奕成、陈文强，也是寒战原班。制作公司维港电影。男主程毅饰演一个叫林燕婷的心理学家，故事核心是追凶5年替父翻案。通稿里还有一个细节我得拎出来说，程毅为这个角色专门去学了心理学，也练了格斗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点其实挺多人扫一眼就过了。但你想想看，一个项目还在筹备期，演员就提前做进组前的功课，这不是宣发包装能编出来的，这是真在做事儿。我之前也犯过这个错，看到为角色苦练某某这种通稿，第一反应是翻白眼，后来跟一个剧组朋友聊才知道，能写进官宣物料里的准备项，基本都是有据可查的，编不来。行，第一层就这些，基本就是热搜版本。但下面这一层，通稿不会写。港陆合作剧这4个字，这10年在内地市场上是个什么处境，资深观众心里都有数。怎么说呢？翻车的比成功的多。我不点名啊，但你回头扒一扒这10年所谓的港陆合拍剧、港式刑侦剧，能让人记得住的没几部。问题出在哪儿？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但我观察下来主要3个坑。第一，导演挂名不掌权。请个香港大导演来，宣发台出来当招牌，实际上剪辑权、选角权全在内地资方手里。最后片子出来不伦不类，岗位没了，内地观众也不买账。第二，节奏被电视台绑架。港片节奏快，信息密度高，18到24集刚好。但内地长剧赛道一度要求40集起步，硬塞进去就是注水，注水就毁。第3个，也是最隐蔽的，卡司错位。导演想要的演员资方不给，资方塞过来的演员导演不会用。最后双方妥协出一个谁都不满意的版本。扯远了。说回这个事儿，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拉踩谁，是为了给你一个对照组。因为受谎这次的结构是把上面3个坑反过来填的。第一，制作方是维港电影，这是港资主控的公司，不是内地资方挂个香港名字。第二，导演陆建清同时是编剧之一，编导一肩挑，这是港片创作核心权回到导演手里的标志。第三，18集体量，这个集数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，意味着剧本不需要稀释，节奏可以按港片的密度来排。你品，你细品。这3个变量加在一起，意味着这次的项目结构里，男主选谁，基本就是导演说了算。资方没法硬塞，电视台也没法在选角上施压。那导演为什么选了程毅？这就是第3层要聊的事儿。我想想啊，怎么说？陆建清这个人挑演员的逻辑，寒战系列梳理一遍就清楚了。第1部，郭富城对梁家辉，一个冷一个稳，2座金像奖影帝撑起整部戏的人物重量。第2部加杨采妮、周润发，继续往人物厚度上加。到寒战1994，周润发、梁家辉、吴彦祖、刘俊谦、吴康仁，全是能扛戏的脸。你看出规律了没？
这一路下来挑的都不是最红的，而是最能扛人物的。这是港片班底一贯的审美。那这次轮到内地演员，按他这套标准，他要找的不是流量，是在内地市场上人物承载力被验证过的那种演员。程毅这几年走的路其实很清晰。2019年那部《琉璃》等等，不对，是2020年。琉璃是2020年播的，我老把这个年份记错。从琉璃开始，到后面沉香如屑、莲花楼，他这条线一直在做一件事，用古装稳住人物。每个角色都有内心戏的厚度，不靠脸接戏，靠情绪层次接戏。所以你看陆建清挑程毅这个动作，他不是港片班底捞个流量镀金，刚好相反，是一个挑剔的港片导演，在内地演员里筛了一圈，最后觉得这个人的人物承载力够用。这两个解读方向完全是反的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林燕婷这个角色，心理学家加复仇者，双面人设，这种角色对演员的要求是冷面下要藏热度，理性外壳里要藏复仇的火。程毅这种内敛 style 刚好对得上心理学家这个角色，古装阶段他打磨的那种内敛情绪层次，刚好就是这个角色需要的底子，匹配度高的不像偶然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希望这部戏能炸，但客观说，就算我把粉丝滤镜摘掉，单看这个项目的结构和人物匹配度，我也觉得这步棋下得很准。那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往两个方向看。往行业方向看，精品港式刑侦18集这个赛道现在是真稀缺，观众早就对40集注水悬疑剧审美疲劳了，市场缺一部能扛质感2个字的剧。受谎如果做出来，可能会撬开一个新窗口。往演员个人方向看，这是程毅从古装顶流过渡到全题材演员的关键一跳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哈，这不在围棋里叫取势。前面几年程毅一直在垒目数，一步一步古装把基本盘做厚，但目数垒到一定程度，光靠目数赢不了大棋，必须要有势。受谎就是他第一次正经去取势的位置，而且这一手取得很巧，不是自己单跳一步去赌一个现代剧，是借港片班底的力借势上去，借的对，势就立起来了。我的预测，这只是我个人推测，不绝对。如果受谎播得稳，下一阶段程毅会进入一个新状态，剧本会主动来找他，这是任何演员最想到的位置。懂他的人会懂这一步的分量。行，回到开头那句话，好的悬疑剧撑起整部戏的从来不是反转，是人物。那他这次为什么挑了程毅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他没在挑流量，他在挑一个能把人物从纸面上扛起来的人。而程毅这几年做的所有事儿，恰恰就是在练这一件事。所以这盘棋下的不是赌，是看见。最后说一句送给老粉的话，我们陪他从琉璃一路走到现在，看着他每一步都走得很稳。这次受谎还没开机，但凭这个班底和这个剧本走向，已经能说一句，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。时间会证明。行，今天就到这。评论区告诉我，受谎里你最期待程毅哪一场戏？是审讯戏，还是复仇线爆发那场？我猜评论区会很有意思，咱们下期见。